将隔离舱风扇的部分设计完成并列印出来。经过修整后，准备将舱体组装起来。嗨，欢迎来到 Slow， 我是 David。组装外板前，记得先将 Z 轴4角的皮带护片塞入并固定。Voron原设计舱板为亚克力板，但经过很多使用者回报，当舱内温度上升后，使用一段时间后会有舱板变形与变黄的问题。这边除了门板之外，皆改以塑铝板进行安装，有效隔热，防止变形与隔音。原设计的 3D 图档是直接使用3毫米的卡扣进行安装，但从图中可以发现，这样的安装并未预留空间给内部的 XY 平面支架，所以部分使用者有回报，这样的设计会导致 XY 平面支架会摩擦到外舱板。这边皆改以6毫米的卡扣配上 D 型的边条进行安装，先将宽5毫米的边条粘至铝脊上，再将塑铝板本身透过挤压 D 型边条配合卡扣锁至铝脊上。这样一方面可以在塑铝板与内部的 XY 平面支架间预留一段空间，同时因为有边条的关系，整个舱体的密封性会更好。顶部的舱板经过重新设计预留排风孔，安装之前设计的转接管、风扇本体与舱顶内部粘上 LED 灯条当作舱顶光源，还有安装未来供线材用的 PTFE 管接头。LED 与风扇的线路透过舱内后端拉至 Z 轴脱链后，一同拉至下方电子零件区域。门板部分采用 PC 透明耐力板作为门板，耐力板的耐冲击特性、抗拉强度、耐热温度可至摄氏120度，热线性膨胀系数小，不具易燃性与燃烧不会产生有毒气体的优点，加上高透光性与对高频有隔音效果，替换掉一般的透明亚克力板。门板的荷叶维持原来 Voron 的设计。这边在列印时要注意精度，确保荷叶可以正常转动。然后是磁扣的部分，磁扣基座需要安装直径6毫米、厚3毫米的磁铁。在安装磁铁时，要注意与门扣的磁印方向要一致，防止未来不好关。门扣的地方建议粘贴胶带，确保磁铁不会因为数次吸附后松脱。荷叶与门扣部分会需要与 PC 耐力板进行粘贴。这边选用强力的双面胶带进行粘贴，一般的美术用双面胶带是无法有效粘贴的。先将荷叶粘上双面胶后，裁切成荷叶的形状，然后选择门板1/4的位置进行粘贴。完成荷叶粘贴后，将门板装至机台上。此时可以顺便确认与调整安装在机台上的门板磁扣位置。确认门板可以在上下2个磁扣之间正常开合。此时先不要直接将荷叶与机台锁紧，将对称的门板也大致固定后，确认2侧门板是否皆可正常开合后再锁紧。如果门板的尺寸在裁切时是刚好的情况下，门板会在要关上时卡到对侧的门板，此时就必须将另外一侧的门板开启。在对齐2片门板的情况下，压至磁扣处。这样的设计可以降低2片门板中间的缝隙。不过在使用上就无法只单开一侧的门板。当然要拿列印完成的工件，通常还是会2侧都打开。安装完成后，来看看最后开机会变成如何。之前设定的开机预设 LED 全亮的设定，也可以用来确认机台何时可以连线。本频道目前着重分享 FDM 3D 列印机相关知识推广与技术交流，有不同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。觉得有帮助的话，可以按赞并将影片分享出去与订阅本频道，又或是透过下方 Patreon 连结支持。我们下次见。